滕子有些时候你是不得不服他，他还真有点运气在身上的。曼联2场双红会可能打掉了利物浦2个冠军。本赛季面对利物浦3战1胜2平，未尝败绩，这其实不太科学，因为3场球啊，除了足总杯算是势均力敌，其他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利物浦占据绝对主动。这场联赛的2番战，上半场利物浦疯狂射门15脚，而曼联0射门，最后的比分竟然是2比2。再加上首回合在安菲尔德平局，从场面上来看，利物浦确实是更遗憾的那一方。也不怪克洛普啊，赛后听到记者说曼联也感到遗憾了，这时候啊就有点破防了。但是我疼啊，就这样伟大的魔力，他能让2个球队对吧都踢得感觉自己最后都能赢。说实话啊，这场球啊曼联点是正，若不是滕子突然抽筋换上了机器人阿姆拉巴特，导致自己给自己浇了盆冷水啊，今天啊保不准曼联就能拿3分，那利物浦冠军啊可能啊真的今天的老塔夫拉福德就飞了。本来呢我以为啊滕子就是至尊无敌的操作了啊，没想到呢隔壁还有高手。切尔西名帅波切蒂诺打倒数第一谢菲联，结束时亲儿子巴里亚希勒再送一球，切尔西被谢菲联绝平。巴里亚希勒、阿姆拉巴特今天啊5字不行。但是曼联这场比赛呢，其实还是有些客观因素的。曼联的这个后卫啊，基本上全杀完了啊。这场比赛这个瓦坎达，对吧？黑豹夫埃沃尔他都首发出场了，所以说呢，你不蹲也不行啊，不被利物浦摁着打，你就要输的更多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在赛前推演的时候也是考到了这一点。于是呢，我觉得曼联应该可以考虑中卫逼抢，或者说蹲坑，特别是打双后腰4-2-3-1啊，尽量呢不丢球。那么这场比赛很显然，滕哈格就是采用了这种战术方针。我们来看看双后卫啊双方的这个胜负手吧。曼联上半场的发挥是异常灾难的，特别是进攻没有一脚射门，你想想有多么的可怕。那是什么样原因造成呢？是中场烂了。整个上半场，中场3人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，特别是毕费和科比，他们一旦无法完成组织进攻、输送炮弹的任务，那么曼联就没有进攻。这个球队啊，跟曼城这样的球队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，就在于你的2个边路啊是没有组织进攻的能力的，2个边锋全是跑男。拉什福德是时灵时不灵，但是处理球上的也不是特别那种聪明的持球手，加纳乔更是如此。之前呢有一个桑乔，一个安东尼，但是桑乔呢是吃不上饭，现在去多特蒙德了。这安东尼呢是现在真没法用啊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前场没有接应点，中锋霍伊伦呢又隐身了，曼联中场拼不下2点，肯定是不停的被对手按着蹂躏。还好今天这利物浦的锋线是全员发疯，不然呢上半场就要被0比3的球。那么下半场抓住对手一个失误进了一个球后啊就起势了。中场毕费和科比猛然间的清醒，让球队有了组织进攻的能力，包括达洛特也频繁参与后腰任务。利物浦急于求成，随着卡塞米罗一个倒钩传球，科比一脚世界波，比分来到2比1。这个时候都想讲 What can I say？ 科比 Come on！ 这段时间的比赛呢是在曼联的比赛节奏中，但是滕子犯错了，一看领先又想守，又想放弃进攻，上了一个千万不能上的人阿姆拉巴特。我老早说过了，他不能用，他不能用，他不能用，你咋就不听呢？腾腾，他一上，首先他跟全队这个味儿就格格不入啊，节奏就不对，其次你把自己的边路就废了呀。毕费拉边后，右路安东尼也是回撤变成5中场1前锋，前锋还这场状态不好的霍伊伦在前面啊站岗。你告诉我这比赛威胁在哪？你靠守能守得住克洛普球队狂轰乱炸吗？大哥，这是英超冠军水平球队啊，能防得住吗？你如果说你不能给他造成有效反击，他围着你打，他不怕你的进攻的话，那他肯定能创造出很多机会啊。虽然最终你看似犯错的是万比萨卡，但是丢球啊是迟早的事情。万比萨卡这一铲是他被疯狂挤压冲击后失控的表现。禁区里埃里奥特不能射门啊，弄明白倒地铲他干嘛？不过没必要苛责他，因为除了这个铲球之外，他的表现是很完美的。被追平后又想纠错啊，滕子上了个盲特下科比，又把毕费拉进去整一个4不像，啥都没有。滕子啊失败了。今天克洛普这边呢，今天其实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啊。首先呢，我在赛前做战术推演的时候预测的首发阵容就有一处出错，就这个夸恩萨，我觉得他会用科纳特，但是目前来看，科纳特应该是伤势未愈啊，所以没有首发。夸恩萨毕竟年轻，而且出球能力呢还没有被开发完全，所以这个球员在比赛中犯错误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这个球你说是偶然也是必然，归根结底还是分为你不买人啊。你靠小孩，你就要明白为经验买单是必须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就是布拉德利，前几场很好，近些日子有所停滞，为什么？因为被研究，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1场球2场球很惊艳，但是暴露了自己的武器之后，能否做到不可针对也很重要。那么这一点就是你从球星到巨星啊，或者说你从球星到明星之间的一个区别。至于索博，纯纯模一耳。今天每次面对曼联啊，索博的表现都让我爱之如狂啊，精准而又优雅。麦卡是真厉害，远藤章也不错啊。锋线上啊，今天利物浦迪亚斯就这射术，努涅斯加上萨拉赫呢闹着玩呢在。有一说一啊，奥神确实是练出来了。不过克洛普的换人我是真觉得没问题啊，想抢3分，所以换下防守型后腰，对进攻属性的前场球员，同时索博发挥不好，果断撤下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曼联的球员呢，
瓦坎达有失误，但是有亮点。马奎领袖加战神，奥纳纳眉清目秀，风采卓越。达洛特表现极佳，万比萨卡瑕不掩瑜。卡塞米罗说实话一般，特别是在进攻层面，太多的丢球了。必费全场飞奔加美丽吊射，科比完美进球，剩下的道一声中规中矩吧。这场打完英超争冠球还没结束，后边赛程阿森纳最差，到了第6轮还要客场打曼联。利物浦客场居多，曼城赛程加上欧冠也不好踢。说实话，拼到净胜球来决定冠军归属都有可能的。至于曼联努力抓个足总杯吧希望今年有个冠军收场，然后打好剩下的比赛，能算的账都给哥几个算一算，哥们下赛季继续4线争冠。